深夜入室，凶残行凶，2年13起案件，人心惶惶。警察迟迟无法抓捕凶手，一口特别的牙齿揭开了连环杀人魔的黑暗面具。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 让我带大家穿越到1984年，故事的开始。洛杉矶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是美国西部最大的城市，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1984年6月28日傍晚，79岁的珍妮·文科夫在小公寓里被侵犯、殴打，几乎被斩首。现场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警方也不知道如何下手。1985年3月17日晚上，玛利亚·埃尔南德斯将车驶入车库，当他下车时，凶手从黑暗中走出来，举起枪按下了扳机。幸运的是，子弹打中了他手中的车钥匙。凶手以为他已经死了，从他身上跨过，进入了公寓的侧门。但玛利亚的室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玛利亚艰难地爬起来时，她发现自己33岁的室友戴尔·甘奇躺在血泊中，头上被一枚子弹近距离射穿，已经没有了呼吸，凶手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警察从他的描述里知道了凶手的大概体征，高大、憔悴、黝黑，可能是西班牙籍。让警察没有想到的是，1小时后，凶手又动手了。他的下一个受害者是蔡连玉，他开着自己的黄色雪佛兰车行驶在大道上，凶手强行进入他的车内，将他推到车外，然后近距离开枪把他打成了重伤。整个过程只用了几分钟，凶手手法干净利落，快速地消失在黑夜里。10天后，凶手进入熟睡的扎扎拉夫妇家中，再次制造了一场血案。第2天早上，他们的儿子发现了这对夫妇的尸体。文森特·扎扎拉在沙发上打瞌睡时头部中弹，他几乎是瞬间死亡的。但他的妻子遭受了凶手疯狂的虐待，他的眼睛被拿出放在了旁边。凶手用一把刀刺穿了他的左胸，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梯形伤口。他的脖子、脸、腹部周围布满了大量的伤痕。调查人员在后院发现了碗球鞋鞋印，这表明他是如何进入扎扎拉家的。虽然这次没有目击证人，但作案手法已经渐渐明朗。警察认为这起最新的犯罪和之前的案件是同一个凶手所为。这个连环杀人魔的胆子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狡猾。警方担心他会再次作案。5月14日黎明前，吴氏夫妇在睡梦中听到奇怪的声音。吴太被一声巨响惊醒，睁开眼就看到了一个持枪的人影站在她面前，而她的丈夫已经头部中弹，躺在血泊中。随后，凶手开始殴打她，并要求她交出现金。反绑她后，把她扔到了床上。躺在床垫上的吴太惊恐万分，睁眼只能看到自己一动不动的丈夫，耳里都是凶手寻找财物的声音。不幸的是，凶手寻找完财物以后，侵犯了这位63岁的妇女，然后离开了。赶来的警察解救了吴太，得到的描述依然是身材高大、面容憔悴、皮肤黝黑、西班牙籍。5月30日，41岁的露丝·威尔逊在床上被手电筒刺眼的光束惊醒，他的视线中出现了手枪枪管的清晰轮廓。在灯光的背后，一个人影把他从床上拽了下来，并把他带到了走廊尽头他12岁儿子的房间。入侵者用枪顶住男孩的头，要求露丝拿出所有值钱的东西。露丝急忙说出了钱在什么地方，他觉得只要入侵者拿到钱就会离开，但是他错了。入侵者把他的儿子锁在壁橱里，然后强行侵犯了露丝。但这次入侵者没有杀死他们，活下来的露丝道出了同样的描述。显然，凶手依然继续着他恐怖的袭击。洛杉矶市陷入了恐慌，一位警方官员把这个杀人狂称为夜行者。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恐怖才刚刚开始。5月29日，83岁的马尔维亚·凯勒和他80岁的残疾妹妹布尔奇·沃尔夫在家中被发现，2名妇女都被锤子狠狠地殴打过，锤子的手柄都被锤裂了。布兰奇的一只耳朵上方有一处刺伤，马尔维亚的大腿内侧被人用口红画了一个倒五角星，尖端朝下。在布兰奇的卧室墙上发现了第2个五角星图案。最终，布兰奇活了下来，但马尔维亚因伤势过重而死亡。6月27日，夜行者在阿卡迪亚侵犯了一名女生。1天后，32岁的帕蒂·伊莱恩·希金斯在家中被发现，喉咙被割开。5天后的7月2日，75岁的玛丽·路易斯·坎农在家中被发现，和希金斯一样，她也遭到殴打，喉咙被割开，房子被洗劫一空。7月5日，16岁的迪德利·帕尔默被凶手用撬棍殴打，但幸免于难。
2天后的7月7日，乔伊斯·路西尔·尼尔森在蒙特利公园的家中被发现，这位61岁的老人是被钝器殴打致死的。同一天晚上，在蒙特利公园，63岁的护士琳达·福特纳在凌晨3点半左右被一个身材高大、瘦弱的黑衣男子叫醒。这名男子符合夜行者的描述，入侵者用枪指着他，命令他下床进入浴室，并试图侵犯他，但没有成功。最终，入侵者拿了财物离开，没有对他下杀手。不到2周后的7月20日，夜行者在洛杉矶地区选择了一个新的作案地点——格伦戴尔。马克森·科乃林和他的妻子莱拉被发现躺在床上，两人头部中弹，惨遭刀砍。马克森被残忍地杀害，他的头几乎与身体分开。同一天，32岁的齐塔特在睡梦中被枪杀，他的妻子萨基玛被侵犯，然后遭到无情殴打。入侵者把他的妻子绑在卧室里，拿走了3万美元现金和珠宝，然后离开了。8月6日，夜行者闯入了彼得森夫妇的卧室，朝他们的头部开了一枪。皮特森先生是一名强壮的卡车司机，尽管脑部中了一枪，他还是下船追赶入侵者。神奇的是，彼得森夫妇最终都活了下来。3天后，在加利福尼亚州，35岁的艾哈迈德·齐亚在熟睡中头部中弹身亡。丈夫死后，夜行者侵犯了齐亚的妻子，28岁的苏菲·齐亚。洛杉矶人心惶惶，夜行者的犯罪越来越频繁。1985年8月18日，彼得潘和芭芭拉潘在旧金山郊区的家中被人发现躺在血迹斑斑的床上，两人头部中弹。66岁的会计潘先生当场被宣布死亡。64岁的潘太太幸免于难，但将终身残疾。墙上用口红画了一个倒置的五角星。当地警方认定凶手是从打开的窗户进来的。由于担心洛杉矶的夜行者已经转移到他们的辖区，凶杀案调查人员将潘先生身上取出的一颗子弹送到了洛杉矶的一个法医小组。这颗子弹最终确定与夜行者在洛杉矶2个犯罪现场找到的子弹相吻合。旧金山警方搜索了他们未解决的凶杀案档案，发现有2起事件符合夜行者的作案手法。1985年2月20日，70岁的玛丽和50岁的克里斯蒂娜姐妹在电报山公寓被刺死。如果这确实是夜行者所为，那么在他第一案1个月以前，他就已经开始犯罪了。为了平息恐慌，市长公开谈论追捕夜行者的行动，但这样却激怒了警探，因为他透露了太多犯罪细节。不久后，一家酒店的经理称，在过去1年半的时间里，一名符合夜行者特征的年轻男子时不时地在他的酒店逗留。该经理记得，这名男子牙齿全部都坏掉，气味难闻。警察检查了他最后住过的房间，他们在浴室门上发现了一个画好的五角星。这名男子是在8月17日白天退房的。潘先生和潘太太当晚遭到了袭击。调查人员随后找到了一名男子，他说自己在一名符合夜行者特征的年轻男子那儿购买了一些珠宝、一枚钻戒和一对袖扣。进一步调查显示，这些物品属于潘先生。就在警方觉得找到突破口时，8月24日，夜行者又找到了一对夫妇，一名计算机工程师和他29岁的未婚妻。他们刚刚进入梦乡，忽然被房间里响亮的枪声惊醒。女生本能地向未婚夫伸出手，但未婚夫已经受了重伤。接下来，入侵者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拖进另一间卧室，用领带捆住了他的脚踝和手腕。然后，这个男子问他是否知道他是谁，并承认他就是那个在报纸和电视上大肆报道的夜行者。他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寻找值钱的东西。随后，入侵者侵犯了他，然后离开了。女生迅速挣脱了领带，走到窗前，看到入侵者上了一辆橙色的丰田老式旅行车，他立即拨打了911。与此同时，一名在车库里修理摩托车的少年注意到了这辆橙色丰田车，并记下了车牌号。第二天早上，他也报了警。通过车牌号，警方确定这辆1976年产的橙色丰田车是在洛杉矶唐人街被盗的。当时车主正在一家餐馆用餐，2天后在洛杉矶兰帕特区找到了这辆车。取证小组在车内获得了一枚完整的指纹，并将其送往萨克拉门托进行分析。几个小时后，电脑找到了匹配的指纹，这枚指纹属于理查德·拉米雷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枚指纹与从旧金山附近潘家窗台上提取的一枚指纹完全吻合。警方终于知道谁是嫌犯了，现在他们必须在他再次作案之前找到他。7天后，
夜行者准备偷辆车，不幸的是，他选错了地方。洛杉矶东哈伯德街是西班牙籍地区，他怎么也没想到这里民风彪悍，他被所有人疯狂地追赶并攻击，直到警察赶到，夜行者终于被关进了监狱。整个被居民抓捕的过程非常有意思，但章节有限，没有拍到视频里。大家点赞过2000，我就单独整理，以文字的形式放在留言区。记得点击小铃铛订阅，不会错过下一个奇案更新。1978年，理查德·拉米雷斯从家乡搬到南加州。他从初中就开始辍学，一直过着懒散的生活，吸食违禁品，以垃圾食品为生。他非常的喜欢吃糖，最终牙齿全部坏掉。1981年和1984年，他都因盗窃汽车被捕。拉米雷斯人生的转折点，很可能就是他目睹表哥麦克谋杀妻子的那个晚上。麦克参与过越战，回国后总是吹嘘自己怎么折磨敌人，还经常拿着照片炫耀。一天，麦克的妻子看他们俩游手好闲，开始催促他们要振作起来找工作。迈克尔掏出一把枪，朝着他的脸就开了一枪。拉米雷斯身上溅满鲜血。这次的事件对拉米雷斯的影响非常的大，从此拉米雷斯开始迷恋各种恐怖的血腥照片。被捕后，26岁的拉米雷斯被指控犯有14起谋杀罪和其他31项重罪。在旧金山发生的第15起谋杀案也悬在他的头上，他还可能因强奸和谋杀未遂罪在奥兰治县接受审判。1987年1月10日，拉米雷斯带着锁链被带出法庭时，因为他的外表，意外地获得了非常多的女性粉丝，一些人甚至认为他是无辜的，还很可爱。9月，拉米雷斯否认了之前承认过的所有犯罪。警官在庭审中作证说，我记得拉米雷斯说过的话，他是这么说的，当然是我干的，那又怎么样，杀了我吧，我就是该死。随后拉米雷斯哼起了音乐。之后拉米雷斯在多次听证会上都是懒洋洋地坐着，手指敲打桌面，仿佛在听摇滚乐一样。庭审一直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推迟到1年后，到此时该案已耗资100多万美元。一名证人也在这个时期去世了。1988年7月21日，法庭终于开始挑选陪审团。8月3日，狱警无意中听到拉米雷斯计划在法庭上抢枪并射杀检察官。法庭当即安装了金属探测器，就连律师也要被搜过身才能进入。拉米雷斯似乎很惊讶，他因此没能找到枪支。几个月后，一个由12名陪审员和候补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终于就位，但判决依然拖到了1年后。1989年10月3日，经过4天的审议，陪审团表示他们全票通过赞成拉米雷斯死刑。当时在场的拉米雷斯微笑着被带出法庭，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死亡总是与土地相伴。后来当他带着镣铐被带回县监狱时，他对记者说，我们迪士尼乐园见。11月9日，他被正式判处19次死刑。拉米雷斯自始至终都在与律师聊天。之后，他在法庭上发布了令人难以理解的讲话：你们不理解我，我不指望你们能理解我，你们没有能力理解我，我超越了你们的经验，我超越了善恶。黑夜军团，黑夜族群，不要重蹈夜行者的覆辙，不要手下留情，我会报仇的。路西法住在我们所有人体内。他的余生被关押在圣昆汀州立监狱，但他未被处死。最终，拉米雷斯于2013年死于癌症并发症。恶魔如愿回到了地狱，但那些被他带走的灵魂，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去到了天堂。点击小铃铛订阅，以免错过下一个奇案。我是 Loki， 我们下期再见。